几年不见，还是这般貌美。唐尊使可曾婚配啊？不曾。哦，理解了。大家长理解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唐尊使是如何确定我也来了这锦城呢？谁不知道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向来梦不离娇，娇不离梦，自然不会一个人前来。一个人，我们的穆家家主可也来了，只不过差点死在你们手上，至今还没好全。否则，他今日定会亲自前来讨个说法。只是误会罢了。哼，我们现在来聊聊正事吧。正事？唐尊使还真是开门见山啊。唐灵皇去哪里了？苏家主也如我一般的开门见山。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唐灵皇去了哪里？我确实不能告诉你，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他不会再出现。整个唐门之中，只有我有资格和你谈判。你？当然。好，我呢，谁和我谈判都行，只要能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尊使能给我们什么呢？魏远，既是谈判，也要显示我们暗河的诚意。你先下去把今日这份宴席的账结了。今日这顿，就算我们暗河请尊使。好。当今的苏家家主，竟然要负责去结账。毕竟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来了锦城，我们来此是为了结盟的，不是为了和他们打架。蜘蛛女怎么没来？雨墨不是家主，来此是为了别的事情，不必在意。别的事情？暗河好像对锦城很感兴趣啊。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很多，比如我们的家人。你说的家人，可是他？我说的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他。什么是完好无损？你不怕死啊？哼！暗河的毒花，触之即死，可她如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。不知道这样的人，还有没有资格成为大家长的家人？你去掉了雪薇身上的毒，所以这样，还算是完好无损吗？不管你做了什么，既然他现在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你便不能再随意跑了。暗河大家长竟是这般重情重义之人，这可与我的情报不符啊！哼，你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？有没有对我外貌上的评价？比如，帅气中带着一点痞气，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。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行事以利为先，不通人情，不讲道义，是个极为凶恶残酷之人。说得不错。可如今看来，你通人情讲道义。哼，暗河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，面具之下才是真心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。大家长还真是有趣的人，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没有苏家主长得好看。你有毒啊！我当然有毒，我乃唐门内房长史，是唐门最有毒的人。既然大家长见到你的家人了，那么我们的事，
先好好休着，我来为你做主。可谈，说吧。苏家主还没有回来，这种事不需要和他一起谈了。有我在，就不需要他多说话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总是一样，始终如此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听闻苏家主和穆雪薇是旧识，如今毒花就在此处，他却先行离去，这可是哪里都不对。他可能是觉得这里的饭菜不合胃口，去找些清淡的了吧？这锦城当中哪里有清淡的菜啊？或许唐门有吧。九天得必一凡尘，万木千川始真真。草树云山染景色，风月难及此间无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施剑仙所写的诗，描绘的就是这座锦城。如今你踏入这座城池，有什么感想？很多年前，我便来过这座锦城。啊？所谓何事啊？当年身为暗河的直三鬼，还能为了何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在干什么啊，孙木？你看得懂吗？老板，4条。这叫麻雀牌，在锦城之中很是流行。喝茶打麻雀牌，或者搬条凳子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，这便是锦城人的生活。龙门阵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吗？要是这么说，倒也没错，确实因为他们围在一起的架势，很像前朝薛将军围困达鲁时的架势。可这锦城内有唐门坐镇，外有望城山护，多年以来太平无事。这锦城人没事摆龙门阵做什么？只是说这个架势很像，实际上他们围在一起，也就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。嗨，那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吹牛吗？哼！嗨，苏沐雨，怎么今天一直是在我问问题，你在替我解答？咱俩这角色是不是忽然反了？那个在生活里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是你吗？因为当年为了对付一个高手，我在锦城整整住了3个月，所以对这儿有比较深的了解。服了！服了便是赢了。自然是赢了，128分，给钱给钱。你小子也就手气好，来再来，还玩呢？哪个嘞？打牌嘞，莫打话。穆馆主，花袜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在骂我？锦城话，问候你好的意思。幽默，这位仁兄真是幽默。瓜子，若不是你说的这么真诚，我还以为你在挑衅我。穆馆主，这是你好的意思吗？大家长和苏家家族来此，咋个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呢？晓得好提前安排。我这兄弟，当年在锦城住了3个月，都是你在招待他。是的。所以刚才那句瓜娃子，也是你教给他的问候语。我是和苏家教主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苏家教主便当真了。后来我就没再解释。难怪当年刘一龙与我对剑之时，神色如此愤怒。
原来这句话是骂人的。不是我，谁让你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刺客，杀人之前还问好？你这一句瓜娃子，怕是让那个刘玉龙气得连剑都拿不稳了。差不多成了。好，不笑了。这比我们锦城变天还快。孟馆主，小的在。方才你说未曾知会我们就来了，小的错了。大家长和苏家家属是啥身份？想来便是了。咋个需要小的指挥？是小的失言了，小的失言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早就知会过你了，甚至于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还有他们。他们？哪个？一个是穆雪薇，毒花？还有一个，你这些年驻守锦城还未见过他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家主了，他就是穆清扬。你未曾见过他们？啊！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曾见过他们。如果是穆家家族来我这小茶馆，我咋个可能不知道呢？情况有些不妙啊。可以说是非常不妙。长河，雨墨人呢？进城前他与我们在一起。雨墨已经先我们一步潜入了唐门。潜入唐门？老师教导过我们，夜晚行走在这样的街上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其实你们睡着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在夜里行走。南城的夏风很舒爽，我很喜欢。我知道，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嘛。唉，怎么了？林耀走了，才发现一直没有好好仔细瞧瞧这座城池，真是熟悉又陌生。哦，对了，白日里我路过糕点铺，才想起给白神医买过那么多次桂花糕，自己却没试，我就买了2份尝尝。给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忽然想到，我们认识20年，这好像还是我们第一次这样悠闲地解下夏夜的风雨，一边吃着桂花糕，一边说着一些漫无边际的话。好像是的。或许，这便是行走在阳光下的感觉吧。喝醉了吧？如今我们头顶上悬挂着高高的月亮。走吧。走。我先带青阳、雪薇回一趟暗河安排此事，届时才是真正的走在阳光之下。新鲜的莲藕嘞，新鲜的莲藕啊！苏雨，我们的苏老板怎么不见了？他有事要处理，已经先回安河了。原来如此啊，难怪他近日忽然变得面目可亲，原来是要走了。关于唐连月的事情，你确定他回了唐门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蜀州？确切的说，是连唐门的大门都没有迈出过一步。他堂玄武使虽不领官职，但有护卫天启职责。他只回了唐门一去不归，有几分意思。
所以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们就去唐门提亲吧。你觉得如何？真的？自然。此去唐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至少在苏沐雨看来，很重要。说吧，除了这件事，还有什么事？沐雨说，研究药人的鬼医去了唐门，背后定是有什么阴谋，并且极大的可能是针对琅琊王的。而我想，唐连月和琅琊王关系密切，我们与唐门搞好关系，就是与琅琊王搞好关系。江湖嘛，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份危险。我们想要走在阳光之下，总不能没有朋友吧？青阳，你之前和雪薇去过一次蜀中，就由你们二人先行探路。遵大家长之命。这次，你可要替我们穆姐姐完成一件大事，你可千万不能懈怠啊！若论江湖上哪几个地方最为危险，那唐门必定是其中之一。若是懈怠，可就回不来了。但我之前已写信给唐连皇，想以暗河之名与唐门结盟。为什么会这么选？暗河若要立于世间，需找一个强大的盟友予以支持。唐门在这江湖之上，也曾受到过许多误解，或许他们能理解我们。唐门很厉害吗？唐门暗器天下第一，毒术天下第二。唐家堡更是陷阱重重，无异于龙潭虎穴。哦，那毒术天下第一的是谁啊？自然是温家。好吧，所以就让我这个力压唐门一头的温家嫡系子弟送你一件礼物，保你啊不惧唐门。这次又是什么？小青，可爱吧？确实比雨墨那些蜘蛛要可爱一些。嗯，多谢神医。这是翡翠蛇，来自西南那一带，据说呢是喜欢盘踞于翡翠之上，所以身体啊也就慢慢变成了翡翠的样子。对了，你去过西南的绵城吗？没去过。可惜了，那里很有趣的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劈麻布。那里呢有成山成山的石头，劈开啊，或许是一水的帝王绿，又或许呢是白花花的破石头。哎，苏昌河那么有钱，不如我们把他骗去那里吧。昌河这么聪明，我可骗不了他。好吧，那你可要随身携带它。要是不小心中了毒，你就让它咬上你一口。它能解毒？不，它全身带毒，见血封喉。见血封喉？是的，它的毒很神奇。若是遇到另外一种毒，则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压制关系。中了一种毒，再让这个翡翠蛇咬上一口，便能相互压制，保证你啊至少10几日内不会毒发身亡。你要是中了毒，就让它咬一下，然后跑回来立刻找我，我来帮你解毒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但我要如何饲养它？到时不是有雨墨姐姐陪着吗？你就让她每天丢几个蜘蛛进去就好了。好。苏沐雨，你说，究竟如何才算到达暗河的彼岸？一开始，你们觉得想要到达暗河的彼岸，那么只要推翻曾经的暗河家族就够了。后来，
你们打败了曾经的3家家主，建立了新的暗河，但发现暗河的背后还有另一只手在牵引着。你们便去了天启城，击败了影宗，烧掉了他们那座楼，成为了完全自由的暗河。可如今又要去唐门迎接新的敌人。你我都知道，唐门不一定是终点。似乎那个传说中的彼岸是一直都无法到达的。就像你来到了南安城，似乎过上了平静的日子，可又总不得不回去暗河。那就希望这次可以如愿。好，那我便在南安城中等待着你们的归来。这家伙中了你俩致命一剑，不可能还活着。不知疼痛，不知畏惧，只有杀心。这不是走火入魔可以解释的。这难道是？是什么？是西楚所传的药人之术，能让死人重新站起来作战。当年西楚与北离两军交战之时，西楚便是用这药人之术强行拖延了许久。此法有违天道，但由于太过奇异，西楚如仙便不舍得就此将其毁去，便将它传给了我们药王谷，希望药王谷能从中寻觅一个能将此法转邪为正的机会。此书原来被你们药王谷拿走了，那你们做到了吗？做不到的，此法之邪异，就连新百草也无法窥悉全貌。我有一个师侄，也就是新百草的小师妹，名唤叶鸦。她因为丈夫早亡，所以对这类起死回生的邪法颇为热衷，终日研究这药人之术。后来她叛离了药王谷，并也带走了这本秘籍，是世间唯一会此法之人。如何破解？13回望。方城药人浊血流转不顺，我制住了他。宋玉一剑绞碎他的心脏。这总结束了吧？略。怎会如此啊？他的毒血已经进入了我的体内，很麻烦。宋宇，我腰间有一个玉瓶，你把里面的药丸拿出来给我。服下便没事了吧？药人之毒哪有那么简单？怎会如此啊？他的毒血已经进入了我的体内，很麻烦。宋宇，我腰间有一个玉瓶，你把里面的药丸拿出来给我。服下便没事了吧？药人之毒哪有那么简单？老天，你立刻传信回南安城，让赵岩放飞院子里的鸽子。那鸽子会自己飞回药王谷。新马嫂若看到了那信鸽，便会立刻来南安城寻我。只有他能救我。好，好，我们立刻回南安。苏昌河，这儿看到了剑仙都不停下来说上几句话，看来他们遇上了大麻烦。接下来
会睡着，可能近连10几日都会醒不过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们到了南安城，我能实质看到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神医放心。但如果他没有及时看到，我就会变成妖人。在我变得很丑之前，你一剑杀了我，听到了吗？他听不到，他也不能听到。妖王定然会看到的。凡事总有万一，答应我，杀了我。可爹，你不许拦着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单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布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既然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，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、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您再看看那个。我不识路。嘿嘿，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自然是去百花楼啊。哲叔，
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饮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，哼。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无缘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客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啊，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嘿嘿，这以前听闻苏公子的大名，都以为是什么人间修罗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竟是风流少年呀！哎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就……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什么人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二爷请退下，此人为我而来。这是苏公子的仇家？倒也算不上仇家，他们之前也是暗河之人。他们又是什么鬼？他们不是鬼，而是坐在神庙之中的神。只有我们这些执剑之人才被称为鬼，也就是你所说的人间修罗。听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可怕。倒也没有，只是我的剑被哲叔收走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平日里是不太用武器的，只有这把匕首，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。很好，倒是经常看昌河用寸之剑，没想到今日也能派上用场。苏公子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百花楼吗？是啊，打得热闹些，拖一拖时间，等哲叔赶来。他不会来了。哼，二爷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哎，阿紫，你还真是慷慨啊！为了庆祝我找到女儿，你这一下派了4个过来。哎呦，你是想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你们要好好伺候苏先生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可嘛可嘛。苏先生，几个美人，你们也都下去嘛，
我虽然是来逛交锋室的，但我没是那种瘾，我已经有女儿了。那就让我先来送苏先生分享极乐吧。我不是讲了，我没是那种瘾。我已经过了重美印记的年纪了。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哎，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。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嘿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！这怎么还下死手呢？小心！苏沐雨，你干嘛呢？空有剑神仙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苏沐雨，食了人间烟火之后就是不一样，教坊司都敢来了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啊？难道苏沐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住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？当机立断。
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大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接着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然后怀要往新买草的小石树。哦，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这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孤虚之阵，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、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啊！哎呀，那个白神医和我有戏，和我有戏啊！苏沐雨，哼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了。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再好喝的酒，带着仇一喝，也会变得很苦。你是何人？烦请将外头那些客人散了吧，明日去王府找管事报销今日损耗即可。是。暗河新的大家长苏昌河。你很自信。人的野心自然要足够强大，才能有战斗一生的欲望。而对于我们杀手来说，能杀掉世上最难杀的人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野心。说的倒有几分意思，这句话值得饮上一杯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世人口中万丈光芒的琅琊王，会独自一人坐在这酒馆中喝酒。你很孤独，我跟了你许久，你身边才是真正的无一人。因为今日的你，刻意让自己不被别人发现。哦，因为你刻意的想要看一看。这个天气，这个天下，没有你，琅琊王会是如何？是不是依然还是那个样子？是不是你这些年这么多的抉择取舍，根本就不值得？若你不是杀手，倒是值得真正和你喝上一场酒。很可惜啊，这世间不能没有你，琅琊王。在光明处你有人瞻仰，而在黑夜里，有我们在等你。
在天启城，我可许久没有打过架了。哼，殿下不肯拔剑，是想拖延时间？是我忘了该如何出剑了。忘了？我曾经有一剑名天下第三，是因为我师父李先生他有一剑，剑名天下第二，寓意我为天下第二，谁人敢称天下第一？那你的天下第三，便是自学堂李先生之后，剑术之道便在于你了。我真该和那个家伙换一下，让他来杀你。可我挥不出那一剑了。我还记得创剑时的快活，用剑时的豪迈。可如今当我提剑而起时，便只觉得兴致寥寥，而后阙剑也没有回应我。好阙，只是一柄剑而已。明剑有灵。你这一剑虽然有包容万象的宏伟，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空洞苍白。因为你的剑意之中有着太多的仁义宽宏，而少了能真正置人死地的杀心。这样的剑，我不怕。因为世人眼中的天下，从来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你这一剑杀的是人心，能褪去执剑者的杀意，而我不一样，我出剑便是为了杀人。是啊，毕竟没有一剑可以真的容下整个天下。大家长，拦不住。一个人跑出来喝什么酒？还以为自己是那个任性的黄死猫？新月姐姐，天启四手，青龙使。我就知道，暗河的人来天启城没什么好事。你和苏梦雨那个家伙不一样，韩一跟我说过，见到你不用犹豫。见信主心剑万千，是比我还极致的杀人意啊！看来是我这万千心剑的威压还不够，让你竟然还有时间说话。哼！是你，不错，是我。就算你来了也没有用。哎呀，麻烦大了。
许久不见了，苏哲先生。殿下好记性啊，还记得我？催命铃，夺命环，不敢忘。我现在没是安和令啊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如何啊？当年我护送镇西侯回京，有人花重金收买暗河，取我性命。当时的苏哲先生也曾在占尽上风之时放我们一条生路。青月姐姐，让苏先生离开吧。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一定要打？青月姐姐，让苏先生离开吧。苏沐雨厨艺不行，倒是挺会跳的。这饼子不错啊。也不知道尹宗的那帮人对他好不好，不会像对犯人那样给他吃糠咽菜吧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救尹，其他的等下再讲。这两个人看起来都快死了，先救谁啊？先救头，先救头，我没事。啊，不对，我还撑得住。现在不装了？非也啊！我是真的差点死了，只是我机灵躺下，见我对他没有威胁，这才放我一马，所以我才没受重伤。不像头这是被万箭穿心了呀！你闭嘴！这是遇到了谁？剑法竟这般可怕！天启青龙师，心剑传音。先把血止住。还真是个坏坯子！我都这般惨了，神医你还骂人呢？用这药给苏昌河涂遍全身，1日3次，用完了再来找我要。这药便可以了。用这个我还嫌浪费了呢。说吧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把自己弄得这般凄惨，看起来唬人，但实际上一点内伤都没有。搁我这儿演苦肉计呢？嘘。听说你们刺杀琅琊王失败了，原本已经成功了，但青龙使李新月突然赶来，你为何不替我们拦住他？我也不知你们今日会在碉楼小筑中动手啊！废话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哪有时间提前知会你们？况且，你们尹宗的眼线遍布全城，我们明明已经发了信号了，为何你们全然不知？反而是李新月比你们先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大家长若是死了，我定带领暗河众人与你们一决死战。大家长受伤这么重，接下来还会有机会吗？这一次机会错失了，琅琊王身边一定会安插更多的护卫，想要再杀他就很难了。是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不，还有机会。大家长想要如何？我会召集暗河3家精锐入天启，只为杀他一人。暗河精锐入皇城？相信我，不会有任何人察觉到。等他们察觉到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我今日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
也希望易宗主拿出他的诚意，派出足够多的人手前来相助。好。我明白你的这步棋了。一个苏沐雨，一个你，即便再强，但进入这浩大的天启城中，也只不过是一粒石子砸入了池塘中。但若那带着刀剑入天启的修罗恶鬼全都到达，便有如无数的石子砸入了池塘中，势必掀起滔天巨浪。义布不会拒绝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拒绝。还真是个坏坯子。哼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别睡了，大师。王爷呀，哎呀，抱歉呀，一路行来略感疲惫，睡着了。望喜大师和忘忧大师还真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我那师兄啊，名为忘忧，可如今却是天天忧愁不断。我名望喜，却过得自在逍遥，真是命运弄人呐！方才入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佛陀与我相谈，谈着喜忧之道。大师啊，你我相识多年了，又何苦在我面前装高人呢？你其实是梦到了天香斋的百素宴，从辰时一直吃到了日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口水流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大师，忘忧大师和那个孩子最近过得好吗？那个孩子跟他的父亲叶鼎之一样，是一个武学奇才呀。哎呦，谢过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普通一点，他越厉害，也就越危险。苏先生，我以为我们那次相见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是什么改变了苏先生的想法呢？是这该死的命运吧。降魔法杖。哼，这位大师好见识，正是降魔法杖。我是你苏哲心中的魔，我来帮王爷除克这心中的魔。哪儿来的贼，竟然连狼牙王也敢杀！依我看来，这些恐怕还是熟人。二虎，还不出去！走！
怎么回事？就来这么点人？觉得人少，你们多拍戏了。大家长在上次刺杀琅琊王的行动中身负重伤，我等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守卫大家长。你们知道，我来此处不会带多少护卫，所以觉得这是杀我的最好时机。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能够杀死你，杀你的代价太高了，暗火承担不起。那为何我们又在此处相见了呢？我刚才不是讲过了，都是那该死的命运啊！阿弥陀佛，我的般若心中不如我的师兄。王爷，我的内力已经耗尽了。若是风小寺出了杀孽，便是我若风的罪过了。让我见识一下这传说中的列国剑法——天魔16舞。很少有人能见到这场真正的天魔，见过都已经死了。王爷或许能够活下，但这天魔将永远与你共刑。城主，我呼叫援兵。是。玉，陪我演一出好戏，调走影宗势力，毁去万卷楼，沐雨流。好，好，好！我现在就去天启城，看看这出好戏有多精彩。驾！进来。哲叔已经动手了。风小寺中杀机已现，哲叔说了，一定打得惊天动地，他保证。那传天杀令下去吧。真正的斗也该出现了。属下等这一日已经等了许久了。打完回家。天启城没有意思吗？我猜苏沐雨就算是在隐喻之中，也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。很无趣啊，永远都感觉身上有一根线提着，而今日就是斩断此线的时候。新雕的桃木剑，茂成山求来的。唉，你就这么喜欢做一个术士？也曾想过羽化登仙，驾鹤而去。宗主，苏哲谢奇刀带领了一众杀手在风小寺埋伏了萧若风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敌不过琅琊王的人，这就是影宗众人的求援信号。再派些人手上风小寺，让万卷楼那批营卫也过去，不要再袖手旁观了，直接动手。若是暴露呢？只要是他死了，这天启镇守中枢之人就不再是他了，何惧之有？是。小神医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能再一次见到穆大美人，贺华也很高兴。
这个小家伙，一会儿能找到苏沐雨吗？那就要看我和沐雨的默契了。毕竟，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次生死。那若是没有默契，岂不是一切都功亏一篑了？如果真的证明了我们的默契，小神医可会多想。穆大美人，你怎么也和大家长一样开我玩笑？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明白，都是朋友，好朋友嘛。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，这里可有异常？这里并无异常，请宗主放心。不错，你做得很好，多谢宗主夸赞。好了，宗主，你这是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吗？属下不敢。大胆！你还装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宗主曾经跟我有过约定，即便是他也不能进入这隐域。就算现如今宗主必须要进去，他也一定会跟我提起这个约定。可你方才来时，却似乎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，所以你定然是人假冒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原来易卜也有聪明的时候。影域如今的守卫换成了鹰眼团，就算以我们三官的身份，也没有资格越过他们进入其中。那我便换张脸，易卜应该也难以想象会有人胆大包天，用他的身份混入其中吧。哼。叛徒！哼，我也不知道易卜是怎么想的。暗河的实力早就远远超出影宗，他却还想用那些陈旧的传统来控制暗河。我不比我那两个愚蠢的同伴。你背叛我们！我说过，我欣赏苏成河。在那次黄泉当铺之后，我就已经开始联系他了。他比你们都聪明，知道什么叫做择良木而栖。你们不可能赢的。哼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？今日即便是苏沐雨被抓，也不过是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。不过入这瓮关的不是他苏沐雨，而是影宗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算抓了苏沐雨，又要耗费多少人力去看守他？若是让他闯出我们的牢狱，又要耗费多少人力去阻拦他？届时的影宗，也就是任人鱼肉了。你话太多。沐英，看清楚他的模样了吧？不是多么值得去铭记的长相，勉强记住了9分吧。很好。那么真的天官，便就不必存在。我只选择强者。这阵法是星辰北斗阵，这个阵法的杀人本事一般，但是困人本事
却是世间阵法中数一数二的。有本事便来破阵！看来他们被尹宗发现了。有点恶心。我的那一滴解药，怕是解不了全部的醉梦蛊。雨墨姐姐，你还有更多的寻踪珠吗？这一只是羽歌毒属，需要训练很久才能得到这样意志。不过，如果是羽歌，哪怕只有一滴解药，也一定可以找到破解之法吧。也是，他可是苏沐雨啊。似有飞剑天上来。渊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经络咽下，复复回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望那人间无尽愁。再看来时，当空穴。父亲，今夜便借你刀凛然剑气吧。小子。看来这醉梦蛊不仅会让人功法尽失，还会使人陷入一种莫名的昏沉状态。我以为这老内就我一人。你应该中了毒，无法运用内力吧？不然，你早就该察觉到我的存在了。是，我中了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苏沐雨。苏沐雨，倒是一个挺好听的名字。敢问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卓。卓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有人想利用我，有人想杀我，有人想救我，最后我就进了这里。都是别人想，那你想什么？渊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爹，自己小心。爹，爹。
什么答案？一个我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既然如此必须，为何拖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找到呢？因为当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曾经的我还做不到。你用了“曾经”二字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。首先，你得从这里出去。据说影宗的监狱只见人死，未见人生。我的朋友会救我。一个暗河中人，居然用朋友称呼另一个人，你还真是有些特别。若他一直不来救你呢？那便趁此机会多休息休息。你好像对我没有戒心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。因为前辈，你姓卓，只因一个姓氏？是。因为我的父亲便是姓卓。果然是你，阿天。玉安，再次见到我，你好像并不惊讶。醉梦谷，如醉如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可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和阿爹多说两句。孩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阿爹，我会找到当年无间城灭城的幕后黑手，亦会重拾属于我们无间城的荣誉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走到今日，应当很不容易吧？也不全是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。这醉梦谷发作的更厉害了。玉安，爹爹一直坚信，你可以让无间城重现于江湖。但比起这些，听到你这些年身边仍有朋友相伴，倒更能让我心安。阿爹，啊。